经常有粉丝问我什么样的手机玩游戏最好用。我认为一款好的游戏手机，首先它需要有一块好屏幕，然后它最好有一块独立的显示芯片，以提高游戏的流畅性。而当我们把它们两者结合到一起的时候，就得到了一块最适合玩游戏的双芯旗舰 iQOO Neo 5S。嗨，小伙伴们，今天是 iQOO Neo 5S发布的日子，我提前拿到了评测用机，接下来就帮大家上手测试一下这台 Neo 5的升级机型会带来怎样令人惊喜的游戏体验。顺便夸一下 iQOO 的包装盒，这简直就是给我们强迫症患者们专门设计的开箱路线，再也不用纠结从哪下刀了。打开包装，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非常亮眼的 iQOO Neo 5S。其实对于 Neo 5我一点都不陌生，今年4月份曾经测试过。当时最吸引我的就是它那个独立显示芯片，对于游戏的增幅真的是太强悍了。所以现在它增加一个 S， 又能强到什么地步呢？我想你肯定也非常期待。原来这还是一张满满 iQOO 元素的贴纸，上面标注着 iQOO Neo 5S 的主要技术特征，比如液冷散热、骁龙888处理器和独立显示芯片、5G 以及4500毫安大电池、野兽性能、66瓦闪充、OIS 光学防抖、运动补偿、120赫兹刷新率等等。然后就是说明材料以及一个清水套。接下来取出手机，第一感觉不重，有些单薄，官方数据196克。这是最下面一层，一个66瓦充电器以及一条数据线。那么这就是你后期所买到的一台 iQOO Neo 5S 的所有东西了。现在咱们赶紧进入正题。很明显，这是一块中央挖孔直屏，配备的是 6.62 英寸的 AMOLED 屏幕，分辨率2400×1080，最高刷新率120赫兹，并且具有行业最高 1.6万级亮度条件。这是手机背面，配色名为夜行空间，总体质感有点类似于亚光磨砂材质。个人之前一直对黑色手机不太感冒，但是这个配色有点喜欢呀。怎么描述好呢？它看起来不是那种纯粹的商务黑，反而有一种年轻的活力感。今天一共发布了3款颜色，本来我是很喜欢那个橙色的，但现在我改主意了。是不是非常帅？只可惜评测产品无法留下，后期我打算自己买一台。另外后盖边缘都做了曲面设计，虽然这款手机持握起来感觉非常轻薄，当然它本身也不厚，官方数据 8.39毫米。为了让大家更准确的看清这个配色，我换了一个背景，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它这组后置摄像组。从右到左分别是一个4800万 OIS 主摄，用的是索尼 IMX598 传感器，主要用于暗光拍摄，然后是一个1300万广角镜头，用于风景以及微距拍摄，最后是一个200万黑白镜头，作为滤镜镜头使用，辅助主摄拍摄黑白风格的照片。它这组影像系统有非常多好玩的玩法，一会儿咱们演示一下。接下来咱们进入系统看一下。顺便说一下 iQOO Neo 5S 内置的是最新的 Orange OS Ocean 系统，包含了不少趣味酷玩的功能，还是很有意思的。进入桌面是我们熟悉的华龙网购风格。当初这套桌面架构体系刚刚面世的时候，可是让很多非 Orange OS 系统的小伙伴们流多了口水，甚至还有不少 UI 大神仿制这套风格套用在其他品牌的手机上。但是画皮难画骨，这套系统的一些专属功能确实很让人眼前一亮，就比如它这个行为壁纸。当我们设定一个目标步数后，将根据累计产生的步数让景物进行相应的展示。通俗的讲，里面这个小人能飞到哪里，全靠你的运动能力。当然这种壁纸还有很多更好玩的，后期大家到手后自行研究吧。个人感觉另外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就是这个全局小窗了。我们可以把支持小窗口的应用随意的缩小拖动，让其出现在其他应用程序的上层，如此一来将会很方便的让我们进行各应用之间的协同工作。如前面所说，我真的很期待这台手机的游戏能力，所以我首先测试了号称硬件杀手的原神。进入游戏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显示的帧数是60帧，这也是原神默认支持的最大帧率。我当前的设定是高画质，帧率60，那么我们是否还能更进一步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我们左侧滑出游戏魔盒，然后点击游戏插帧，点击提升帧率，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游戏帧率直接来到120帧，直接比之前翻了1倍。兄弟们，同价位中你们谁的手机可以120帧玩原神？出来叨几步。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，除了骁龙888以及三星增强版存储技术 IPDDR5 加 UPS 3.1 的加持，主要就得益于 iQOO Neo 5S 那块 Pro 版的独显芯片了。借助这块芯片， iQOO Neo 5S 能计算出游戏原本的2帧画面之间的过渡画面，然后增加过渡帧，直接就把一批原生90帧的游戏提升至120帧。当然它也支持个别60帧的游戏提升到120帧，从而带来质的改变。目前支持游戏插帧的游戏还真不少，包括和平精英、原神、崩坏3、使命召唤、王者荣耀、阴阳师、穿越火线、英雄联盟、完美世界、天涯明月刀等等。
同时，游戏查询功能不但能提升帧率，还可以优化功耗。开启这个功能后，系统将自动优化手机的发热功耗，还能保持90帧的游戏体验。哦，对了，它这个游戏魔盒中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功能，就是游戏视角增强器。大家目前看到的是游戏的默认色彩，然后我们打开视角增强，瞧，是不是瞬间就变得艳丽通透了许多？画面的对比度也有了显著的提高。当然，游戏魔盒中依然保留了众多大家熟知的游戏辅助功能，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。我们再看一下 Echo Neo 5S 在其他游戏中的性能表现。在和平精英中，哪怕是在战斗场景下，也能始终保持120帧的稳定运行。这对于一款吃鸡游戏来说是具有巨大杠枪优势的。在王者荣耀中，同样可以120帧稳定运行，而且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，还能够稳定运行2小时，而且比没有独显的手机玩王者120帧可以多玩87分钟。所以它还是王者荣耀高校联赛官方指定用机。鉴于时间关系，这里就不做这种硬核测试了。英雄联盟也是120帧稳定运行，崩坏3 120帧稳定运行，阴阳师120帧稳定运行，穿越火线120帧稳定运行。使命召唤手游，这个只有60帧，应该是还没有完成适配。总体来说，作为一款获得了 KPL 比赛用机测试认证的手机， Echo Neo 5S 的游戏性能是很让人放心的，因为这代表着从耗电、温度、平均帧率、玩法实验等方面，它都达到了赛场标准。个人认为和专业的游戏手机相比，其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缺少了2个触控肩键。重点来了，游戏连续测试运行50分钟后，屏幕温度34.3度，背部温度33.2度，摄像头区域34.2度。怎么样 ？Echo Neo 5S 对这块888的控温能力是不是很优秀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，在于 Echo 为其高导热合金赛的材料，不计成本的加入了稀土元素，再搭配大面积石墨板和液冷均热板，让手机内部绝大部分发热区域都时刻处于高速率散热状态，从而达到了目前这种变态般的控温效果。本期视频的最后，我来到了寒冷的户外，准备再简单测试一下这款手机的影像能力。经过初步试玩，在同价位的产品中 ，Echo Neo 5S 的影像能力同样比较出色，特别是拥有不少很好玩的拍摄功能，就比如这个微影片，这其实和我们熟知的抖音拍摄有点类似，通过内置的模板框架来拍摄一些小短片，比如我们选择拍一个15秒的。拍摄完成后，给它加上一段 BGM， 然后生成导出，最终效果就是这样了。同样的，我们还可以分段录制，尽情发挥你的创意，成品效果如下。另外，我们还可以使用它的双视频录像功能，将前后摄像头拍摄的画面自动叠加到一起。对于那些爱好拍摄 Vlog 视频的用户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实用且方便的功能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外面太冷了，我得赶紧回家。